大家好，我是丁老头啊。不知道大伙还记不记得，去年我在识图节目里介绍过一个叫爱豆路的以色列管人社团，他们的一期生是世界上唯一说希伯来语的管人团体。当时呢，出于一种猎奇的心态就介绍给大家，然后也确实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他们很感兴趣，承诺过大伙他们如果后续有动向，我会来介绍一下。那么这期就算是一个填坑视频，而且可能是这个题材的最后一期。这个视频的契机是10月2日，伊朗给以色列刷完大火箭之后啊，我在 B 站主页刷到一个搬运爱豆路旗下某个管人在遭到轰炸之后推特动态的视频。这个管人呢，他住在以色列中部，然后他肯定就很慌嘛，就发了很多条推报平安，说一下他现在情况这样。然后我就构思了一个视频啊，就是说我们从以色列管人的反应来看被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平民的真实情况。因为作为管人，他们既是平民又是公众人物嘛，我就觉得这个角度比较新奇，可能大伙也会想看，所以我就打算水一期，不是做一期这个主题视频的时候，您猜怎么着？我发现那个说希伯来语的爱豆路已经死了，这下可给我恼火坏了，一个好端端的选题就这么飞走了，想要再找一个合适的题材都不知道有多难。还好我有夜晚解压神器啊，强烈建议兄弟们都试试这个契约女仆，在我见过的杯子里，它的性价比是相当高的，特别柔软弹糯的同时还有恰到好处的紧度，体验感如此之好的神杯却只要100个金币出头，我愿称之为真正的平民之光。感兴趣的兄弟们看一眼评论区置顶，立刻就懂了。有朋友就说了啊，老丁你净胡扯，爱豆路蒸蒸日上，他怎么就死了？我说的其实是他的希伯来语部分，就是当我兴致勃勃的去看的时候，我发现爱豆路初期招的5位说希伯来语的管人，现在只有2个还在播，其中有一个在本月刚刚脱离爱豆路，他发了毕业公告，但是没有停止动态更新，我不太清楚啊，他可能是转个人了。而且这个人虽然应该是个犹太人，因为据他说他小时候住在加沙，他就是那个之前被离婚问题逼得快失心疯的倒霉蛋，那个时候是这一轮巴以冲突刚开始的时候。而在这个月初，他的同事被导弹吓得精神不宁的时候，大姐在推特里抱怨他的车祸。没错啊，这个倒霉蛋虽然没有在被刷大火箭的时候住在以色列，但是他当天因为一个司机肇事逃逸而和另一个司机发生车祸，也是一如既往的运气好那么我们抛开他不谈，还是聊一下爱豆路的整体。这个社团呢，在今年8月份被 Bro Group 收购了，目前他们和 Kim Hina 还有 Whisper 属于同一个集团。提到爱豆路被收购这一段的原因，是为了引出他们的 CEO， 这人是正经八百的以色列人，在收购完成之后呢，他就卸任了。在红地上有人爆料说，最初的爱豆路5人之一是一个以色列油管主的女朋友，他想当 VTuber。爱豆路初创这群人呢，相当于是为了这点醋才包的这顿饺子。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他们初始 CEO 离社基本上意味着爱豆路会放弃招募新的希伯来语主播。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做的。爱豆路在1期生之后呢，他们基本上就只招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主播了。这个社团现在主要是英语主播套壳撑场子的一个状态。整个爱豆路现在只有1个人还是所谓的原生希伯来语主播，但是他也没有挂这个希伯来语的标识了。所以我觉得说一句爱豆路的希伯来语分部已经死了不算过分。至于事情会发展成现在这样呢，我觉得也不意外，因为他们社团按说希伯来语的管人出道最早嘛，但是直到他们的英语分部后被突破了10万粉，1期生还是没有超过10万的，到现在好像都没有超过10万，让人感觉啊，可能整个以色列都凑不齐10万管人吃。我记得之前给大伙报道过一个说泰语的社团，好像也是这样的困境。这种小语种社团啊，它的天花板就在那儿摆着，一旦度过新奇的上升期，怎么跨过语言门槛就会变成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我是丁小头啊，又水了一期视频，然后我们说点旁的。最近看到很多朋友期待我去报道一些国内的管人新闻啊，也是闹得挺大的。但最近的很多事情呢，和我频道的调性不太相符，主要是玩的太地下了，事情特别简单不说啊，不方便在节目里面说的部分还居多。这种事啊，一说我就想骂人，一骂人就会吵架。我现在在节目里说话都还挺克制的，为了这些事儿破功，属实感觉有点没必要了。总之提醒大伙儿，现在看管人的状态呢，最好是别入脑，你甭管他风评有多好，因为过往的经验很容易证明，管人这行现在没有什么办法能保证中之人作为公众人物的专业性。说人话就是，大部分管人公司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确保自己旗下的管人不会私底下说点什么干点什么逆天的事情，很多皮套人皮下什么逼德性啊，根本就没有保障。所以作为观众呢，只能我们自己心智壁厚一点，别被傻逼骗钱又骗感情。哎，说是不骂人的，结果还是骂上了。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下次攒够一期素材，我们再接着吹牛逼。